乌军无人机战果辉煌，打击图阿普谢港，俄5000吨登陆舰被炸，成本1比1万，俄军动物园反炮兵雷达被炸毁。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油库起火 ，S-400被摧毁。乌军集结预备队，俄军第205摩步旅主动放弃阵地。乌军地面部队换将，普京启用败将穆拉多夫。俄军战术改变，为无人系统建立新部门。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最近这2天，乌军无人机取得了很多战果，摧毁了4套俄罗斯防空系统和雷达，打击了2个俄本土的油库，还炸了一艘俄军11711型登陆舰。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情报总局在叶夫帕托里亚北部的定居点摧毁了俄军一台价值500万美元的 Portlay 的雷达。该雷达主要是为 S-300、S-400 等防空系统提供低空目标指示，无人机也是被拦截目标。现在被乌军无人机摧毁，只能说俄制武器太拉胯了。在新菲罗波尔附近，乌军无人机还摧毁了一套 S-400。在扎巴罗尔方向，乌军无人机摧毁了一套山毛9 M3。在一处未指明区域，乌军4架无人机摧毁了俄军动物园反炮兵雷达。从视频画面来看，该雷达冒出黑烟与火焰，已经完全瘫痪。动物园反炮兵雷达大约价值2400万美元，而用于攻击的无人机价值不过2400美元，成本比达到了1比1万。火力军只能说乌军血赚，这种事越多越好。此外，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阿特拉斯油库，至少3个油罐起火，至今仍在燃烧。代理州长尤里斯柳萨尔声称，在罗斯托夫地区西北部有30架无人机被拦截，并承认坠落的无人机碎片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但并没有讨论油库的火灾。事实如何，相信大家也都清楚。这不是罗斯托夫州第一次发生油库起火事件。在8月份的时候，乌克兰情报总局与特种作战部队就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阿特拉斯油库，大火持续了整整2周，这次大概也是如此。阿特拉斯油库主要向俄军供应汽油产品，被盯上也无可厚非。同时，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附近的一个油库也被乌军无人机击中。当然，最重要的战果还是袭击俄军11711型登陆舰。10月29日，有媒体报道，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托阿普谢军事基地，之后烟雾弥漫，疑似有大型物体被击中。克里米亚风频道与开源研究组织 Sentinel Hub 表示，托阿普谢港有一艘135米长的大型登陆舰彼得莫尔古诺夫号，该舰属于俄罗斯11711型，也是俄军在黑海的最后一艘大型登陆舰。这次被击中后，具体损失暂时未知。目前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战术大致可以分为3步，首先发射消耗型无人机寻找俄罗斯防空系统的位置，其次打击俄军防空系统，最后则是利用一波又一波的无人机摧毁目标。战场方向，乌俄双方均有一定的进展。库尔斯克方向，乌军主要围绕克列涅沃东南部的辛伊瓦诺夫卡和达里诺，苏贾东北部的马丁诺夫卡作战。乌克兰作战旅报告称，在一个未指明的区域击落了俄军的机械化突击，并摧毁了6辆装甲车中的5辆。乌克兰情报总局则是在库尔斯克进行一次破坏行动，烧毁了一辆俄罗斯运送无人机的车辆。按照乌军的说法，俄军继续使用包括坦克在内的装甲车辆对库尔斯克进行反击，俄罗斯空降军则是使用摩托车和全地形车。由于大雾与多雨的天气，乌俄双方使用无人机的频率都有所下降。哈尔科夫方向，战争研究所报告称，在过去1周内，俄军在科加恰洛帕尼方向的跨境突袭有所增加。面对俄军的进攻，乌军使用无人机控制了哈尔科夫北部的天空，将俄军从哈尔科夫赶到边界，并成功击退了一次俄军的排级机械化攻击。托列茨克方向，俄军继续在托列茨克南部发起行动，但以失败告终。11月29日，经过数月的准备之后，俄军对乌军的高层阵地发起了进攻。按照俄军的想法，控制了这2个高层建筑区，就能建立对整个托列茨克的火力控制。只是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谁控制了中央高层区域，谁就占据优势。面对俄军的步兵突击，乌军使用无人机消灭了一部分工事，并使用缴获的无线电与其他俄军士兵通信，将其诱骗到陷阱中。最终，俄军的进攻再次以失败告终。不过，该地区的总体局势不容乐观。乌克兰卢甘斯克集团军发言人阿纳斯塔西亚·波波夫尼科娃少校报告称，由于天气恶劣，俄军的空袭有所减少，但依旧使用无人机与那些装备不足的合同兵进行地面攻击。红军村方向，俄军的攻势也相当激烈。南部地区，俄军距离舍甫琴科大约3公里；东南部方向，
乌俄在莱西夫卡附近作战。库拉霍沃方向，乌军总参谋部报告称，俄军继续发动进攻，但并未成功。目前俄军的主攻方向就是红军村与库拉霍沃。目前谢尔斯基已经下令在红军村与库拉霍沃方向集结预备队，并向该地区的乌军提供额外的弹药与武器。预计将会有一场大战在该地区爆发。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部报告称，俄军准备在扎波罗热东部的胡里艾伯勒与扎波罗热州西部的奥里西夫卡进行突击，包括发动空袭、执行空中侦察、储备弹药、增加作战人员等等。火力军之前说过，俄军想要在扎波罗热发动攻击，现在他真的来了。赫尔松方向，乌俄在第聂伯罗左岸的阵地战仍在继续，但战线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报告称，过去一段时间，俄军试图夺取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但以失败告终。赫尔松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第聂伯河三角洲地区了。俄军已经将一个营的河船从克里米亚部署至金伯恩，以抵御乌军的进攻。不过俄军大概是扛不住的。阿泰什游击队报告称，俄军第205摩步旅的成员由于指挥官的虐待成为逃兵，已经集体放弃他们在赫尔松的阵地。俄军在前线的猛攻也导致损失扩大。10月29日，俄军在战争的日损失创下新纪录，达到了2030人，超过了11月12日的1950人。战线之外，乌军地面部队换将，普军启用败将穆拉多夫。10月29日，泽连斯基宣布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蒂将军为乌克兰武装部队陆军新任司令，并将第95空中突击旅指挥官奥列·阿波斯托尔上校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自2024年2月11日以来，一直由奥列克·桑德尔·帕夫柳克担任该职位。这次任命德拉帕蒂的原因，泽连斯基并没有明说，只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德拉帕蒂成功组织了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并扰乱了俄罗斯的攻势。火力军认为，这大概率与之前乌军夺回哈尔科夫的控制权有关。当然，就经历来看，德拉帕蒂也完全够资格。2月份的时候，德拉帕蒂就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副总长。2025年5月以来，负责指挥哈尔科夫行动小组，之后还兼职指挥卢甘斯克行动和战术小组。阿波斯托尔也是如此，他是乌克兰英雄奖的持有者。在2014年的时候，阿波斯托尔就参加了乌东的战斗，并在2022年解放了尼古拉耶夫州南部的定居点。对于这次军事行动，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乌军需要内部变革才能充分实现国家目标。有媒体预测，乌克兰军事系统领导层可能很快进行新一轮更替。另一边，普京则是任命为穆拉多夫为俄罗斯地面部队第1副司令。这个人，火力军之前也说过，俄军第1败将。第155旅因为穆拉多夫被全歼好几次，也正是因为福勒达的失败，穆拉多夫被解职。这次被重新任命为地面部队第1副司令，估计会有更多的俄军士兵被祸害。在俄罗斯内部，也有很多军事博主吐槽穆拉多夫，但是没什么用，普京都已经发话了。当然，这种事火力军还是喜闻乐见的。在俄军内部，普京打算成立一个新部门。普京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表示，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考虑在俄罗斯武装部队内部建立一个新的无人系统服务，这大概与乌克兰在2月份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类似。目前俄罗斯的无人机分队属于一种非正式单位，与俄军其他军队一起行动，同时负责其官方任务，比如进行突击行动或执行工兵职能。建立新的部队之后，可以为士兵提供更好的无人机培训服务，并负责开发新的无人机。一位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消息人士称，建立新的部队大概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不过，在俄罗斯内部并不看好俄军新的无人系统部队，火力军也是如此。无人机供应正规化并垄断无人系统服务，会导致无人机无法出现进一步的创新，这点倒是还可以接受。更大的问题是，俄罗斯的无人机没办法与现有的军事单位结合。俄罗斯缺乏联合通信系统，无法让专门的无人机部队与突击部队协调，而且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即使是成立新的无人机部队，无人机操作员也要负责突击。当前的俄军指挥官就是这样做的。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今年俄罗斯航空公司客机的事故数量创下了近年来的最高纪录，截至11月底，共记录了208起案件，比起去年同期增长近30%。而且在这些事故中，至少有90次都是客机在飞行过程中遭遇技术故障，被迫进行紧急迫降。此外，这些数据只统计了客机在起飞后遭遇事故的数量，至于在起飞前是否已检查出存在安全隐患，则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就实际情况而言，俄客机可能会发生的故障数量要比上述数据还要多。
在这些发生故障的客机中，苏霍伊客机是发生事故次数最多的机型。但是在今年，该型客机共发生了56起事故，最常见的故障为发动机和底盘问题，分别占事故总量的30%和20%，其余就是液压系统、制动器和导航设备等。此外，还有一些客机在短时间内反复卷入事故，例如此前在安塔利亚烧毁的苏霍伊客机，由于技术故障而设法进行了多次紧急迫降，亦或是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的空客客机，在飞行自动驾驶仪和前轮控制系统方面出现故障后，仅过了1天就再次恢复了飞行服务。目前摆在俄罗斯客机业务面前的只有2种选择，一是不使用这些客机，但这会影响俄罗斯航班的正常运行，进而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问题；二是使用这些客机，但要承担比以往高数倍的风险。总而言之，俄客机的处境已越来越困难，而在欧美制裁等因素的影响下，将来只会更加困难。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取消了德国2名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许可，并要求他们离境。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德国先前关闭了俄罗斯第一频道驻柏林分社，并驱逐了俄罗斯2名新闻工作者，此举是对该行为的回应。如果德国同意俄罗斯新闻工作者继续在柏林工作，俄罗斯也可以考虑再次向德国新闻工作者发放工作许可。随后，德国否认了扎哈罗娃的指控，并称这是俄罗斯媒体的一面之词。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第一停火协议生效后，以军仍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了2次空袭。按照以色列的说法，在第1次空袭中，以军战机袭击了一处用于存放真主党中程火箭的设施，原因是以军在当地发现了真主党的活动迹象。至于第2次空袭，以军则使用无人机对2名真主党成员进行了打击。此外，以军还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向试图接近边境地区的真主党成员开火示警，原因是其违反了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对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叙利亚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在黎巴嫩北部方向，以军从此处袭击了叙利亚中部霍姆斯附近的2个村庄。另一方面，在看到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后，哈马斯也发表了相关声明，希望与以色列也能够在加沙达成停火。根据媒体报道，10月27日，叙利亚反对武装突袭了叙利亚的西北部，并持续向阿勒颇市挺进。截至目前，叙利亚反对武装已突破阿勒颇西部的防线，并控制了2个军事基地，占领了附近10个村庄，距离阿勒颇市中心也只剩10公里。据悉，这是叙利亚反对武装5年来发动的最大规模进攻。目前，叙利亚政府军正试图在俄罗斯空军的支持下阻击叙利亚反对武装。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海外部队也遭遇突袭，这也是继乌克兰战场外俄军遭到的又一次袭击。实际上，乌军此前也曾在叙利亚袭击俄军，例如在9月15日前后，乌克兰情报总局的西米克特种部队就重挫了阿勒颇的俄军基地。需要注意的是，叙利亚反对武装受土耳其的支持，且在此次袭击前，土耳其还悄悄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救援力度，不仅送去了榴弹炮，还为乌克兰海军提供了护卫舰。再结合此前亲近武装袭击俄军，土耳其的立场似乎开始变得微妙起来。据美国国防部声明，该国近日推出了一款新型监视系统，其名为 ERSA。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该系统由 Kaleidoscope 公司研制，其配备有最先进的影像辨识镜头和激光技术，更具备由 AI 驱动的识别与追踪功能，性能远超传统的监视系统。首先是影像辨识镜头方面， ERSA 系统的高分辨率镜头配备有光电、红外线等多项功能，可通过热信号提升对目标的侦测效果，且在激光测距仪的辅助支持下，还能准确测出目标物的距离与高度。其次是激光技术方面， ERSA 系统配备了一个影像警告装置，当侦测到不明飞行物体时，便会发出闪光信号，提示目标立即飞离当前区域，同时会把实时信息传送给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最后是 AI 技术方面， ERSA 系统可借由机器学习算法，自动锁定并追踪移动目标。随着系统使用的次数越多，侦测和监视性能也会变得更加准确。鉴于 ERSA 系统优异的侦搜性能，美国目前已成功在华盛顿部署2套该系统，未来还将以每年部署7套的速率推进，以逐步替换掉传统的监视设备。根据媒体报道，内华达山脉公司研制的 RAPCON-X 侦察机在马里兰州完成首次试飞。
该无人机由环球6500商务机改进而成，加装有信号接收、光电侦察、雷达等情监侦设备，可在距地面13.7公里的高空作业超过14小时，且还可在电站环境中执行任务，航程也超过了1.1万公里。除此之外 ，SNC 公司在打造 RAPCONX 时，还为其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可据任务需求变换模块，未来还可对现有功能进行即时升级。目前 RAPCONX 侦察机已参与美国陆军新一代陆军战区高空远征机载信号情报计划。未来这架无人机以及计划打造中的第2架原型机将由 SNC 负责营运，继续验证其性能。若整体性能达标并获得相关合约，可能会成为美陆军打造的新一代机载情侦歼击队。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将于12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为期2天的核资商小组第4次会议和第1次兵器推演，旨在帮助韩美在半岛发生危机或进入紧急状态时，就核战略计划做出更长远、更系统的战略决定。需要注意的是，韩美于9月举行了韩美核资商小组兵器模拟训练，其中 TTS 是跨政府部门演练，而 TTX 则是军事层面的演习。据自由时报报道，为强化空中情侦歼能力，法国于2020年以20亿美元的价格向美国采购了3架 E2D 预警机，并计划于2028年进行交付，旨在取代法国现有的3架 E2C 型机。近日，法国为给换装 E2D 预警机铺路，特意进行了一场空中支援测试。在测试中，法国通过使用 A400M 运输机模拟 E2D 预警机，来对挂载有 NARANG 加油吊舱的阵风战机进行了逆向加油，以验证其对慢速机的供油能力。其中 NARNG 加油吊舱由法国赛风集团研发，是以阵风 F3R 版战机为载台的新一代空中加油吊舱。该吊舱起初搭配超级军旗攻击机，每分钟供油量为530升。到了采用阵风战机为载台的第2代后，其供油量已增加到每分钟750至1000升，大幅提升了空中作战的整体效率。现阶段战机的起飞和着陆都需要传统跑道来进行，那么如果没有滑翔道和停机坪，战机又该如何进行起飞和着陆呢？据战区报道，澳大利亚空军近期在廷达尔基地由第15中队的 F-35战机、第65基地修复中队以及部分美军地勤官兵进行了一项临时地面的实测。所谓的临时地面其实就是一种高级复合垫，名为 Dura Base， 它可以在简陋的环境中快速铺设充当临时机场的滑行道或停机坪。Dura Base 由 NEW-PARK 公司研发，长4.27米，宽2.44米，厚0.1米，其材质由专有配方组成，其中包括特殊树脂和高端聚合物添加剂，可增强耐用性和尺寸稳定性。此外，其表面还具有防滑功能，且能够防止静电积聚，同时又具有极高的抗凹陷能力。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该国在澳大利亚境内的大型军事训练区夏尔沃特湾训练区的扩建工程于近日完工。该训练区位于罗克汉普顿以北约80公里处。该国曾于2020年3月签署了该训练区的扩建条约。根据条约，新加坡出资13.7亿美元，由新澳两国共同扩建夏尔沃特湾训练区，并在昆士兰州北部新建格林维尔训练区。这2个训练区总面积达到7000平方公里，约为新加坡国土面积的10倍。训练区内计划建设空对地武器靶场、城市作战设施、营地住宿和医疗辅助等基础设施。待项目全部完工后，新加坡部队每年可派遣1.4万人、2400辆各型车辆前往这2个训练区开展为期18周的训练，合作期限设定为25年。夏尔沃特湾训练区的新扩建设施包括一个联合兵种空对地武器靶场、2个城市作战实弹射击场、4座可容纳6000人的营地，以及行政、医疗、演习控制及其他基础设施。早在今年的9月8日至11月3日，新加坡陆军、空军、数字防卫与情报部队已率先派遣了6200人在此举行了第34次袋鼠单边演习，演习规模较以往扩大50%，训练时长也从原先的6周延长至9周。紧接着，新澳两国海空军共派出1900人，在夏尔沃特湾训练区举行了3叉戟2栖作战联演，双方参演兵力较以往明显增加。其中，新加坡方面出动了2艘登陆舰和苍鹭1无人侦察机。预计格林维尔训练区于2028年建成之后，新加坡赴澳训练的人员数量还将大幅增加。除上述2个训练区外，新加坡空军还在昆士兰州的澳基陆军航空中心开展 CH-47F 直弩干运输直升机训练，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皮尔斯空军基地开展 PC-21 高级教练机训练。
同时，其还定期派遣 F-15SG 战斗机、G550预警机、A330 MRTT 加油机等前往达尔文部署，并在德拉米尔空中武器靶场、布拉德肖野外训练区开展演习和训练。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军集结预备队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